婆婆过生日，要求我做88道大菜。我建议去饭店，她一口拒绝道：下馆子不要钱嘛，败家玩意！你看谁家做儿媳妇的像你这么好吃懒做，老公也跟着帮腔，不就是80多道菜吗？我妈让你做你就做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笑了，满口答应下来。几天后，婆婆领着一大帮亲戚来看热闹，打电话问我：小韵，人都来齐了，菜什么时候能做好？我摸着包里的存折、银行卡、房产证，慢悠悠地回答：阿姨，我正坐火车回家呢，你有事吗？再过半个月就是婆婆的生日，傍晚回家。我和周瑞正商量着该怎么给她庆祝，咱们订个大一点的饭店，把亲戚们都叫过来，好好聚聚。你看怎么样？婆婆在旁边一听，脸立刻拉得老长。小韵，不是妈说你都当儿媳妇的人了，还不知道节俭？咱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一顿话说得我面红耳赤。考虑到下饭馆开销确实大，我试探着开口：要不然我们换家小餐厅，少请些人，自己搓一顿。那不行，我就过这一次88岁大寿，办寒酸了不得，被人家笑话死，我丢不起这个脸。这下我也没辙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婆婆快速瞥我一眼，脸上挂着笑。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，小韵，你厨艺不是很好吗？干脆你负责在家做饭得了。我心说那也行，除了累点，但好歹能省钱。没想到婆婆又开口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过88岁大寿，你要做88道大菜，少一道都不行。什么？我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88道菜，妈，咱家所有的盘子加一起都没88个，你快别开玩笑了。婆婆带上了哭腔。好好好，我都半截入土的人了，过生日还要被怪，合着你是嫌我老婆子麻烦？那我走就是了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周瑞正低头玩手机，闻言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不就是80多道菜吗？咱妈让你做你就做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看见他这种态度，我心里噌地冒出一股怒火。行啊，说得挺轻松，那88道菜你来做，反正这是你妈过寿，正好跟大家显示你有多孝顺。周瑞见状，赶紧服软：老婆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别生气，咱家哪能离得了你呀？我盯着他，先把话说清楚，我不可能做80多道菜，要么去饭店，要么你自己想办法。婆婆拍着大腿哭起来，周瑞脸色有些难看。我妈也不容易，你就辛苦一下。我火气更大了。哦，我没嫁过来之前，怎么没听你说你妈不容易？你这个儿子是干什么吃的？你要尽孝可以，别光动嘴皮子，把活都丢给我。婆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她拉着周瑞在屋里嘀咕了几句。出来时，周瑞态度诚恳：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已经订了饭店，一切交给我处理就行。你放心吧。周瑞给我又是捏肩又是捶背，他提醒我是不是还有快递没领。我没多想，穿上鞋就出了门。临走前，我似乎瞥见婆婆嘴角晃过一抹得意的笑容。等我领完快递回家，却发现门被锁了。因为家里有人，我就没带钥匙，只好不停地敲门。周瑞，我回来了，你帮我开下门。敲了半天，门口毫无动静，但我听到屋内传来嘈杂的音乐声，我以为是噪音太大，周瑞没听到，于是又给他打电话，还是打不通。夜里的温度有零下几度，我想着去快递站来回也就5分钟，为了省事，只套了件薄外套，根本不抗冻。我的手脚一片冰凉，鼻涕都淌了出来。在我坚持敲了10几分钟后，婆婆的声音终于从门后传来：小韵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周瑞刚才出去了。
我不会用这锁呀。妈，你把钥匙往右拧一下就行。好好好，我这就拧。你等会儿哈。然而10分钟过去了，只听屋里叮叮当当一阵响，门还是没开。妈，你弄好没有？我快要冻发烧了。婆婆充满歉意地说：“哎呦，小韵，我实在不会用这锁，要不你今晚先去外面找个地方凑合一下。”我咬咬牙，冷得实在是不行了，只好哆嗦着出去找宾馆。刚走到楼下，我莫名其妙想再上去一趟，却听到周瑞和婆婆在屋里放声大笑。妈，还是你有招啊！把她关在门外冻一夜，看她还敢不敢甩脸色。要我说，这种女人就是欠收拾，谁家做儿媳妇的这么好吃懒做，还顶撞长辈，真是好脸给多了。一股气血直冲头顶，我狠狠踹向房门，大吼道：“周瑞，你再说一遍，把门给我打开！”楼道灯应声亮起，周瑞吓了一跳，随即隔着门跟我谈条件，想让我放你进来也行，你得答应给我妈做88道菜。做你大爷！我又不是你们家丫鬟。周瑞冷笑一声：“那你就在外面冻着吧，什么时候答应，什么时候再进来。”我愣在原地，记忆里的周瑞对我向来百依百顺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？婆婆话里有话，小韵，当儿媳妇就要守婆家的规矩，省得让大家都不痛快。你一个女人，娘家离着又远，万一再受什么委屈，你说是吧？她威胁我。前几天娘家那边来了电话，说我爸刚做完心脏手术，我妈血压不太正常，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肯定不能再去给二老添麻烦，让他们担心。他们就是算准了我不敢和娘家张口，所以才敢这么欺负我。我在宾馆里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想明白了，不就是想摆谱吗？行，我成全他们，反正到时候丢人现眼的又不是我。早上回家，婆婆笑容灿烂，仿佛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小韵回来了，我专门给你留的大骨头汤，快喝吧。一碗汤上面漂浮着几块白花花的肥肉，我差点没吐出来。我随手翻了翻周瑞的碗，面条下面全是排骨和大虾，还有2个荷包蛋。婆婆心虚地移开目光，我想着你胃口小，油水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果然如此，昨天我思索了一夜，想起很多细节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说我不吃洋葱，只要一到婆婆家，恨不得每个菜里都塞满洋葱。洋葱多好啊！小玉，你尝尝，就吃一口，妈特意给你做的。我反复强调我对芒果过敏，结果婆婆家摆满了芒果，芒果干、芒果汁、芒果蛋糕，我闻着就犯恶心。我喜欢吃蓝莓，婆婆推3阻4。周瑞上午提出想吃车厘子，婆婆下午就能把它买回来。我闺蜜给我带的巧克力，转手被她送给亲戚。无论我买多少个新发圈，总会神秘消失，第二天一定出现在婆婆头上。我虽然不爽，但还没张嘴，婆婆嗷的一声哭天抢地，就差没给我跪下磕头了。周瑞包圆了所有的家务，追着替他妈道歉。我也不想让他左右为难，看在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便没再多说什么。谁知道我把人家当亲人，人家把我当丫鬟。我忽视婆婆肉疼的表情，拿过周瑞的碗开吃，边吃边说：“妈，我想好了，88道菜而已，我一定做得漂漂亮亮的，保准让你脸上有光。对了，妈，你准备给我多少钱？一个菜盒20块，算下来也有1000多了。还有啊，你过生日，我这个做儿媳妇的也不能打扮得太寒酸，惹亲戚笑话。我准备添几套新衣服。”一提到钱，婆婆的脸立刻耷拉下来。我这阵子手头紧，再说你不是刚发了工资吗？
我的工资要还房贷呀，根本没剩多少。周瑞，你这个月工资呢？周瑞支支吾吾的不敢作声。婆婆前几天嚷嚷着背疼，周瑞二话不说给她买了个5000多的按摩椅，钱早就被霍光了。最后，周瑞递给我一张卡，老婆，这里面可是我所有的存款，你省着点用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周瑞心疼的嘴唇都在哆嗦。我用力扯了好几下，才把卡从他手里抽出来。谢谢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拿到卡，我扭头直奔市中心，买了3套衣服、2个包包，外加一双1000多块的鞋。这边刚结完账，周瑞火速打来电话：“老婆，你买什么了？怎么支出这么多？”我开心地向他展示着身上的羊绒大衣，这套要8000块钱呢，好看吗？8000块钱，你疯了吧？马上给我退掉！周瑞声嘶力竭地叫起来，唾沫星子仿佛要穿过屏幕喷到我脸上。我一秒落泪，对不起老公，你别生气，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。导购小姐看不下去了，这位先生，你既然舍不得花钱，为什么还要把卡给你老婆？又当又立，真穷没必要装假大方。周瑞沉默几秒，脸就像煮熟了的虾。他嘴硬道：“谁说我舍不得？我只是怕我老婆买到假货被骗了。导购小姐早已看透一切，您放心，我们店100%是正品，假不了。女士，你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？”我看向周瑞，周瑞挤出一个笑容：“买，随便买。”我掏钱，冲他这句话，我晚上又花3800充了一家美容院的会员卡，还请闺蜜吃了人均600的大餐。晚上回家，婆婆看见我容光焕发的模样，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蹦出来。我不是让你买菜吗？菜呢？我拎着大包小包，把房门从里面一锁。妈，你先别急，离寿宴还早着呢，我要好好准备，绝不给你丢脸。第二天，我和朋友在音乐会现场玩得正嗨，周瑞一口气给我打了8个电话，他连声音都在颤抖：“老婆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卡上怎么又少了好几千？”“哦，我刚跟朋友听音乐会呢，有事等我回家再说吧。”周瑞再也装不下去了，他猛地拔高嗓音：“这都快9点了，家里也没人做饭，你还不赶紧回来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朋友约好了去吃海鲜，实在是推不掉啊！要不老公你开车来接我？”电话那头只能听见粗重的喘息声。周瑞快气爆炸了。我刚结完饭钱，就收到了银行卡被停的短信。与此同时，婆婆还给我发了10几条60秒的语音。我听了个开头，活像《聊斋》里尖叫的女鬼。推开门，婆婆和周瑞坐在沙发上，2个人抱着双臂，目光就没从我身上离开过。尤其是周瑞，看向我的眼神像淬了毒一样。在外面浪得很爽吧？你还有脸回来？婆婆脸色很差，她拿鼻孔对着我。我说：“小韵，女人要懂得自尊自爱，结了婚还整天在外面鬼混，你自己看像不像话？”我把手里的袋子递过去，婆婆看清之后，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。人参、丝巾、金晃晃的手镯，每拿一件东西，婆婆的嘴都快笑烂了。她看向我的眼神立刻变得慈爱起来。周瑞仿佛被割了块肉，他怒吼一声：“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还不都是花我的钱？你是舒服了，我妈的寿宴怎么办？”一句话拉回了婆婆的理智。我抢先一步开口：“妈的寿宴包在我身上，88道菜，我记着呢。”周瑞狐疑地盯了我几秒，面露嘲讽：“你最好说到做到，要是有什么差错，到时候被戳脊梁骨的可不是我。”我憋着笑，点点头：“钱捞够了，现在也该让你们尝尝被耍的滋味。
我去菜市场绕了一圈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，备战88大寿，拎菜回家。我发了条朋友圈，备战88大寿，慢悠悠地洗完菜。我继续发朋友圈，备战88大寿。发到第4条时，婆婆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打电话怪我：“小韵，你就不能低调点吗？现在亲戚们都知道我要过寿，一个两个都跑来问我，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。”我拒绝得很干脆：“不行，妈，你就过这一次88岁生日，我必须记录全过程，表示诚意，要不然指不定别人会怎么看我呢。”婆婆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沉默了。接着我又拉了个群，把7大姑8大姨聚到一起，并置顶群公告：为给家婆举行88岁大寿，麻烦大家点赞我发的每一条动态，若集赞不够，将无法继续进行。稍后我将会公布点赞人数，谢谢大家配合。群里顿时炸了，有病吧？真要做88道菜？你婆婆是慈禧太后啊？谁敢这么使唤我闺女？老娘飞过去把他们家砸烂，做你奶奶个腿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婆婆要登基了。谁出的馊主意？这不存心想坑死儿媳妇吗？等群里讨论差不多了，我才弱弱的发了条语音：大家千万别这么说，待会婆婆不高兴我还要挨骂。我先去备菜了。婆婆打麻将回来，气得直翻白眼，冲过来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：“梁思韵，你在外面到底说了些什么？害我被指指点点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”我假装糊涂：“妈，我一直在家忙活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了？”这时门铃声响起，周瑞下班回来了：“老婆，快开门，我肚子疼，要上厕所。”婆婆刚要走过去，我一把拦住她，翻了翻手机，大声问：“你是不是没给我朋友圈点赞？”周瑞急得在门外来回蹦跶：“点什么赞？你先开门，我肚子疼得受不了了。”我拉下脸：“老公，我还特意置顶，让每个亲戚朋友都点赞，咱妈过生日，你怎么一点也不上心？”周瑞急得满头大汗：“老婆，求求你给我开门吧，咱们有事好商量。”隔着门，我让周瑞点赞我发的每一条动态，足足100多条朋友圈。周瑞表情扭曲，马上要哭出来了：“这回行了吗？快给我开门！”我拿着钥匙比划了半天，从左拧到右，从右翻到左。周瑞咆哮起来：“到底好了没有？难道要我拉裤子里吗？”我满怀歉意：“老公，我好像把门锁死了，暂时打不开，要不等我再研究研究，或者你先去找公厕。”这附近哪有公厕？婆婆按耐不住，抢着要来开门。经过她一番猛虎操作，钥匙成功地断在了锁里。“老公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找开锁匠过来。”周瑞刚升起希望没多久，我告诉他，开锁匠半路堵车，还需要20分钟才能到我们小区。砰！周瑞满脸绝望，连滚带爬地冲下楼。没过多久，楼下一阵喧哗，有人来叫我婆婆：“刘婶，你儿子出事了。”周瑞倒在草丛里，半边屁股鲜血淋漓。婆婆惨叫一声扑过去，好像被挖了心肝似的。你说这好好的怎么会被狗咬了呢？都多大的人了，也不知道回家上厕所，真没素质。有人向婆婆打听事情原委，婆婆的小眼睛拼命眨巴，她可不敢把命令儿媳妇一个人做88道菜的事说出来，大家不把她骂死才怪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周瑞脸色惨白，婆婆兴奋地走进厨房，想看看我做了什么好吃的，给她儿子补身体。几十个塑料盘子一字形摆开，每个盘子都摆着1粒花生米，没错，是1粒。婆婆在厨房来回搜寻了3遍，不可置信地问我：“一下午你就做了这点菜？”
我热情洋溢地向她介绍着，这是撒盐花生米、醋腌花生米、酱腌花生米、沙拉酱腌花生米。妈，我能干吧？婆婆瞪大眼睛，一口气险些没喘上来。你，周瑞半死不活地瘫在沙发上，看向我的眼神中充满怨恨。婆婆学精了，她不出去打牌，也不出去跳广场舞，她在厨房放了个小板凳，专门盯着我做菜。小韵，妈也是为你好，我就快过生日了，你可不能偷懒啊！我老老实实做了2天饭。婆婆放松警惕，她扭头就去向亲戚朋友炫耀，到处发请帖收礼金。很快到了寿宴这天，早上才6点多，婆婆就把我晃醒了。小韵，你叔伯他们马上就要来了，都准备好了吧？我点点头，借口还要去采购东西，趁着没人注意，拉着行李箱，带上存折、银行卡、房产证，直奔火车站。9点半，我坐上了火车。婆婆给我发消息：小韵，东西买好了吗？你二嫂已经到了。妈，我就快好了，待会儿就回去。5分钟后，手机又响起来：你可别在外面乱晃悠，买完东西就快点回来，知道了吗？你放心吧。时间来到10点，手机每隔2分钟就震动一次。小韵，还没好吗？人都来齐了，屋里人太多了，找不到下脚的地方，我忙不过来了。你快回来帮帮我。你三叔专门从外地赶过来，今晚要住宾馆，你赶紧安排一下。梁思韵，你人呢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任凭婆婆那边急得火烧眉毛。我戴上眼罩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醒来，周瑞的名字在屏幕上跳动，他脑门上全是汗，累得呼哧呼哧喘气，还不忘冲我发飙。梁思韵，都11点多了，你买东西是住在菜市场了吗？这么多人就等你一个。婆婆也好不到哪去，她怒气冲冲地说：我腰都快累断了，你别忘了要做88道菜，到时候我可不会帮你。这时，有列车售货员推着小车走过来吆喝：啤酒、白酒、矿泉水、香烟、瓜子、火腿肠，把腿收收，各位让一下。婆婆立刻警觉万分：你那边什么声音？你现在在哪？我笑呵呵地回答：当然是坐火车回家了。阿姨，你有事吗？周瑞和婆婆都傻了，半晌，他们才愤怒地大吼大叫起来。婆婆更是直接嚎啕大哭：我礼金都收了，你不回来，谁来做菜？这么多人去饭店，不得把我家吃垮呀？谁管你？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要回家。看到他们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，失声痛哭起来。爸妈得知事情经过，又气又心疼，当场就要去找周家算账。我爸还算理智，他先把我堂哥堂弟、叔叔伯伯，凡是能抄家伙的亲戚都叫了过来。几十个大汉把屋里挤得水泄不通。电话铃响起，我示意众人安静下来，然后打开免提。周瑞上来就破口大骂：卧槽你妈的！梁思韵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，等我妈寿宴办完了，老子再跟你好好算账。我爸吼了一句：你骂谁呢？你再骂一句试试。周瑞那边瞬间哑火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爸，你怎么也在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婆婆一见儿子受气，顿时不乐意了，她故意扯着嗓子喊：哎呦喂，亲家公别发这么大火，小心哪天再犯了心脏病。两腿一蹬去见阎王爷喽。你女儿自己不检点，也就我们小瑞不计前嫌，愿意好心收留她。你换家人试试，你女儿还不得被扫地出门。我妈的血压蹭蹭往上窜，堂哥掐灭烟头，霍地站起来，一行人开着车浩浩荡荡地上路，连夜到了婆婆家。我妈跳下车，拿着大喇叭喊：姓周的你给我滚出来，
敢使唤我闺女做88个菜，你丫的老娘给你88巴掌！”周瑞探出半个头，迅速关上了窗户。你他妈刚才在电话里不是挺横吗？咋的就会欺软怕硬？滚下来说话！你妈活不到88岁，明天就要死了是吧？要不要我去坟头给你烧点纸？下一秒，我婆婆尖叫着冲出来，我妈上去就给她一耳光，婆婆往地上一坐就是哭，大伙都来看看。儿媳妇找娘家人打婆婆，一家子恶人，没天理了。我妈可不惯着她，把人拎起来，对准脸左右啪啪开弓。周瑞急眼了，他刚用手指着我，我堂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：“是你吧？我妹不同意做饭，就把她关在门外受冻，挺有本事啊！你敢对你领导这样干嘛？”周瑞不停地往后缩。哥，你听我说，这都是误会。婆婆突然发疯，她冲周瑞喊：“儿子，不用怕他们，除了咱家，我看谁还愿意要这个破烂二手货。”她抹掉嘴边的血迹，挺直腰板，不伺候婆婆，还敢跟丈夫动手，你简直大逆不道，死了都不配进我家祖坟。这事如果传出去，我看你还怎么在本地混下去？脊梁骨都该被戳烂了吧？婆婆斜眼瞪着我，现在你领着你娘家人给我跪下道歉，然后再做88道菜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允许你回我们家。哇，不能进祖坟，好厉害的手段！一时间四周寂静无声，婆婆还以为我们被吓住了。我爸的回答是一巴掌扇掉了婆婆半口假牙。他妈了个巴子！别以为你是精神病，我就不敢揍你！现场一片混乱，众人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们两家分开。居委会主任也来了，婆婆哭着迎上去，要居委会替她讨回公道。主任连连摇头：“你有什么好哭的？要不是你处处为难儿媳妇，这事能闹这么大吗？”婆婆梗着脖子叫屈：“我为难她？儿媳妇伺候婆婆是天经地义，我们那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就她一个人装矫情，想造反吗？”主任也不客气：“那你给你婆婆做过88道菜吗？仗着年纪大到处作妖，我看你就是没事找事，过个生日而已。你要飞升成仙啊！”婆婆脸涨得通红：“老李，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？你怎么能帮着一个外人说话？我帮理不帮亲，就你儿子宝贝，稍微干点活就叫苦连天。你儿媳妇都发高烧了，不照样出去上班？怎么不见你心疼？刘婶子，做人昧良心会遭天谴的。事情都到这份上，周瑞仍然毫无悔改之意。我提出婚，他反而冷笑起来：“哟，终于不装了。准备跟你那个情夫双宿双飞。梁思运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的贱人？”此话一出，周围更沸腾了，众人恨不得竖起耳朵听八卦。我也懵了，哪来的情夫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周瑞调出几张照片，一一展示在众人面前。照片里，我和一个中年男人一起吃饭，谈笑风生，坐了他的副驾驶，还跟他打高尔夫球。周瑞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：“大家看见没有？梁思运给我戴绿帽，现在事情败露就急着离婚，一对奸夫淫妇。”我沉默了。这不是我客户陈总吗？前段时间周瑞正为公司业务犯愁，我和陈总的关系还不错，于是就求他帮忙，极力促成了这笔单子。周瑞还为此得到提拔，他居然私底下偷偷调查我，现在还反咬一口。婆婆底气十足，跳着脚骂：“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看你还怎么狡辩！要离婚可以，你必须净身出户，还得赔精神损失费，要不然咱们就一直耗着。”我松开手，把这2段语音发给陈总。陈总发来一串问号。周瑞接了个电话，立刻转过身：“
您说，现在要我到公司，可明天才是周一。他的嗓门越来越大。什么？顾客要取消合作？可咱们连合同都签了呀！我也不清楚，就算没开免提，也不难听见老板那高昂的骂声。挂断电话，周瑞面如死灰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客户突然取消合作，还准备去起诉我，公司要我自己负责。婆婆比她还着急，好好的怎么会成这样？儿子，你该不会是被小人陷害了吧？母子二人不约而同地瞪着我。周瑞向我扑过来，臭婊子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你又和哪个男人睡？我妈抄起砖头，二话不说就给周瑞开了瓢，把老太婆吓得像老鼠一样吱哇乱叫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舍不得打小韵一下，她在家都没干过家务，怎么到你那就要受尽委屈？我闺女是嫁过去，不是卖给你们家了。周瑞被砸得头破血流，婆婆见势不对，咣当一声跪倒在地，哭哭啼啼地抹眼泪。小韵，以前有些事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疼，我给你磕头了行不行？要不然我就不起来。说完，她发现大家都面无表情，于是一咬牙，真的把脑袋拼命往地上撞。趁她弯腰的功夫，我5岁的小侄子爬到她的背上，两腿一夹，揪着婆婆的头发喊：驾驾驾！我要骑大马！婆婆疼得龇牙咧嘴，想要爬起来，结果又摔了个狗啃泥，惹得众人哄堂大笑。我低头看着她，得了吧，把我当亲女儿疼，这种鬼话恐怕也只有你自己才会信。晾衣服从来都不拿我的那一件，发着高烧叫我起来拖地，下班回家说是给我留了饭，其实就是你们吃剩的残羹冷炙。偷拿我抽屉里的珍珠耳环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嫁到你们家。周瑞那边的亲戚也不是傻子，他们大部分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，颠簸了半天，既掏路费又拿礼金，连口饭都没吃上，谁愿意当冤大头？刘婶，你收钱不办事，这跟诈骗有什么区别？给我退钱！人们群情激愤，嚷嚷着要退礼金。周瑞自觉丢人，对婆婆喊道：妈，你快把礼金退了，赶紧让他们走。婆婆神情慌张，低下头不敢看人。钱都被我花了，没法退。周瑞瞪圆了眼睛，你前几天不是收了近10万块的礼金吗？钱都去哪了？婆婆说话就像蚊子在哼哼。你表叔要做生意，我想着大家都是亲戚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周瑞怒火攻心，几乎要呕出血来。他就是个赌鬼，钱借出去就甭想再要回来。傻逼！婆婆嗷的一声嚎啕大哭，开始狂扇自己耳光。钱已经没了，难道你要让我去死吗？老头子啊，你看看你的好儿子，他要逼死亲娘。周瑞手上青筋暴起，只差没掐住婆婆的脖子。吃席的亲戚一听钱拿不回来，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不给钱可以拿屋里的东西等价交换。半小时后，望着新的像毛坯房的屋子，婆婆抱着周瑞嗷嗷大哭。周瑞麻溜地跪下，给我们一家人磕头认错：爸妈，是我混蛋，我对不起小韵，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肯定好好跟小韵过日子。我妈站出来，想不离婚也行，刚巧我也要过生日了，你是打算送我88对8两重的金镯子，还是送88对和田玉如意？周瑞不说话了，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堵得厉害。他阴恻恻地盯着我，笑容古怪：想离婚是吧？做梦！我有的是办法拖死你。周瑞欠了500多万的债，他得意地笑着：我欠钱，你也别想好过，必须得跟我一起还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爸受不住打击，当晚被拉进手术室抢救。500多万，
我们家只是普通条件，打一辈子工都未必能凑到这个数。眼下这个情况，周瑞肯定会死死咬住我，想离婚就要走法律程序，还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很快想出了对策。我邀请3个最强壮的表哥搬进来，在周瑞家长住。婆婆当然不乐意，她还没来得及打滚撒泼，就被我表哥一个眼神吓得闭上了嘴。我表哥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我的安全，除此之外一概不管。家务活由婆婆承担，但凡她敢对我表现出丝毫不满，表哥立刻掀了桌子。行啊，说得挺轻松，那88道菜你来做，反正这是你妈过寿，正好跟大家显示你有多孝顺。齐那周瑞睡眠质量不好，表哥买了音响放在客厅里，他一躺下就开始 K 歌。第2天上班，周瑞开车时晕晕乎乎，把老板撞飞出去10几米远。周瑞喜提辞退大礼包，还进局子蹲了几天。婆婆更奇葩，她特别喜欢裸着上半身，穿条内裤到处晃悠。在多次劝说无果后，我对着她拍了几张照片，反手发到群里。婆婆被骂得整天躲在家里嗷嗷哭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四处调查。我很好奇，周瑞到底干了什么能欠700多万？这天，我去美容院时，服务我的小姑娘突然问了一句：“韵姐，怎么好长时间没听到你老公的消息了？”我闭着眼睛，没有回答。小姑娘还算识趣，但后续服务态度明显冷淡很多，指甲戳得我头皮生疼。没等流程结束，我就把店长喊过来，告诉他我要退掉会员卡。小姑娘立刻就哭了。她先是对我进行道德绑架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她破防了，在店里大吼大叫：“黄脸婆装什么呀？怪不得你老公不喜欢你，活该！”于是我没费多少力气，查到这小姑娘是周瑞包养的情人，2人同居半年。女孩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她等不起了，需要一个名分。周瑞欠的500万元，有2/3都花在女孩身上，给她买了套小房子和一辆跑车，这下就方便多了。我提起离婚诉讼，把证据交上去，证明这500万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我无需偿还。判决下来后，周瑞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倒是小姑娘隔着老远冲我翻白眼，还跑过来喜滋滋地说：“姐姐，对不住啊，这么好的男人现在归我了，你以后不会眼红吧？”我笑而不语。为了庆祝成功离婚，我带着爸妈出去旅游，再听到周瑞的消息，他骨灰都凉800年了。女孩嫁给周瑞后，他妈还是改不了老毛病，动不动就爱摆谱。他先是命令女孩每天早上都要向他磕头请安，然后又收了女孩的工资卡，美名其曰小年轻不懂事，他帮忙理财，实际上每天就给他吃馊了的饭菜。不仅如此，前婆婆嫌弃新媳妇生的是女孩，人家不肯要2胎，她就经常教唆周瑞动手打人。新媳妇也不是好惹的，她在前婆婆和周瑞的饭里拌了老鼠药，2人一命呜呼。新媳妇投案自首，这事还是我爸告诉我的。暖融融的太阳照在脸上，我长出一口气。那些为了维持婚姻而遭受的痛苦，终于在某一刻爆发。我重新找回了自己。其实所谓的孤独，比将就更有趣。我也该奔赴下一场山海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：2个儿媳妇将闺蜜嫁进同一家网络段子照进现实。我让他们去晾衣服，结果被一人扇了一巴掌。大儿媳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自己没长手吗？看不见我们2人忙着刷视频吗？你个老太婆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，干点活委屈你了。
小儿媳点头附和：“就是，别以为你是长辈，我们就怕你。你一个人打不过我们两个，只要我们姐妹两个永远同一条心，你们所有人只配当我们的佣人，乖乖来伺候我们。”我气得把他们全都赶出家门。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一条心。毕竟只要牵扯自己的利益、家庭和金钱，亲闺蜜也能变仇人。我的大儿媳黎青青非常沉迷网络上的短视频段子，总幻想自己是苦情爽文大女主，老公喝酒打人不顾家，婆婆欺负打压，清醒过后去学网友教的办法来对付反抗我们。为了儿子的小家庭幸福安宁，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忍受。最近她又迷上了闺蜜嫁进同一家，合伙闺蜜收拾丈夫婆家人这类视频。刚好她就有个到了适婚年龄没对象的闺蜜，于是她绞尽脑汁，死死将她的闺蜜跟我小儿子凑成了一对。看着小儿子乐在其中的样子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自从小儿媳周洛烟进门后，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她跟黎青青都一个样，网络现实分不清，一天到晚将网络的段子带到现实生活中来。你离吗？你离我就离，咱俩一起离。这几句话几乎成了我们家的口头禅，只要有其中一人不开心，便吵着跟我儿子离婚，另一个就会附和起来，整天搞得家里吵闹不宁。后来视频的风向变了，不再收拾丈夫，改成收拾婆婆。因为早上我让两人有空的时候把他们洗好的衣服拿去晾晒，就被两人一人扇了一巴掌，指着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自己没长手吗？看不见我们两人躺着刷视频？你个老太婆，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，干点活委屈你了。”周洛烟点点头，再次扬起手指，高气扬道：“就是，别以为你是长辈，我们就怕你。你一个人打不过我们两个。”我简直被气死了。什么叫做我白吃白喝？你们住的房子是我买的，你们吃的饭是我买我做的，还有家里的家务，你们什么时候动过一根手指？全是我和我两个儿子在做。你们在自己家都没过得那么舒服。黎青青不屑道：“那又怎样？现在是大女主的时代，女人就不应该被家务活束缚。只有像你这种封建的妇女，才会心甘情愿做一辈子的饭，洗一辈子的碗。”我气得笑出声。行，什么大道理我不懂。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给你们做一顿饭，收一件衣服，不做就不做，谁稀罕吃你做的饭了？哼！他拉着周洛烟站起来，路过时狠狠撞了我一把，两人跑回房间里大笑起来。我气得心脏咚咚的跳。路过他们房间时，房间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，听到黎青青得意洋洋道：“嫣嫣，我就说让你嫁过来没错吧？看徐芳刚才那样子，都快被气死了。只要我们两姐妹一条心，以后这个家还不是我们当家做主？你老公、我老公和徐芳只配当我们的佣人，乖乖伺候我们。最好啊，早点把徐芳那个老太婆气死。我很早就看她不顺眼了。等到那时候，我们闺蜜俩一脚踢开那两个臭男人，拿着秦家的钱去酒吧点上10个男模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绝对分半口给你。我的就是你的，咱俩不分彼此。”周洛烟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抱着她大喊：“闺蜜，我爱死你了！”我冷不丁笑了一声。人只要牵扯到家庭、利益、金钱，亲母子都能变仇人。我倒要看看过2年你们还能这样。周末的时候，我请了孩子们的三舅妈过来家里坐坐，顺便聊一下工作的事情。2个儿子秦毅、秦轩和黎青青、周洛烟2人都在三舅妈儿子下面的子公司工作，但因为他们跟上一级领导闹过矛盾的原因，
同一批的人全升职加薪了，就剩他们4个原封不动。2个儿子实在着急，便让我请三舅妈来家里聊天的时候，见已经快大中午要吃饭了，黎青青和周洛烟还没请来。三舅妈随便问了一嘴：“那俩孩子还没起来呀？”刚好就被起来上厕所的周洛烟听到。我看着他顿了一下，跑回自己房间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接着黎青青出来了，莫名指着三舅妈破口大骂：“没见过人睡觉啊！死老太婆，一天到晚管东管西，咋不见你管管自己那张嘴？我们睡到什么时候关你什么事？看不惯就滚出去！”黎青青，你发什么疯？我简直要被气死了，慌慌忙忙给三舅妈道歉：“孩子他舅妈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儿媳妇她这人脑子有点毛病，她不是故意的，你才脑子有病。徐芳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吗？你就是想把各种讨厌的亲戚拉来家里，一起对付我们2个儿媳妇。我告诉你，才不是好欺负的。黎青青，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我并不想搭理他这个蠢货。现在尤为重的三舅妈，莫名被骂一顿，别说升职加薪了，亲戚都做不成。我对着三舅妈再三道歉和好话说尽，偏偏黎青青还在一边煽风点火，骂天骂地。你们2个老不死的清朝人，不就是想来收拾我们吗？来呀来呀，打我们呢！实在忍无可忍，也顾不得外人在，我扇了他一巴掌。黎青青，你够了！自从你沉迷上那些网络短视频，我已经忍了你很久。你还真以为你是苦情大女主吗？那么好戏，你怎么不去当演员，拿奥斯卡奖，送走三舅妈？我冷静下来，认真想了想，不能再让他们这样折腾下去。万一哪一天幻想我对他们十恶不赦的事情反过来杀了我也不知道。2个儿子下班回来后，我紧急召开了家庭会议，决定分家。话刚落，刚窝在沙发上的黎青青立马坐直了，大声地说：“妈，虽然秦毅是老大，但我们2人平时都非常忙，可没时间照顾你。”周洛烟也立马附和：“妈，我跟秦轩一样忙，平时饭都没时间吃。2个人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不要让我跟他们一起住。”我轻笑了一声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从来没想过跟你们住 too。我有钱有房子，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受气？”2人这才心虚地低下头不说话。大儿子秦毅不解：“妈，好端端的分什么家？我们一家人住一起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搬出去住，万一出什么事，我们也不知道。”秦轩点头：“对呀，妈。再说了，你搬出去住以后，还要来回折腾跑过来给我们做饭。现在出去外面租个房子也不便宜呀，家里够住，何必花那些冤枉钱？”听到2人说的话，我快被气死了。合着1个2个真当我是他们的保姆，要从小服侍他们到大。本来还幻想着2人会想着我对他们的好，给他们1人分1套小房子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我什么都不管了。秦毅、秦轩，你们都长大了，我照顾了你们30多年，也给你们各自娶了老婆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们带着你们的老婆搬出这个家，我再也不会再当你们的免费保姆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吧？4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，瞪大眼睛愤怒地看着我。早知道他们会是这个反应，我心如静水，淡淡笑着问道：“难道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1个2个都结婚了，我的抚养义务已经完成了。而且这个房子的一砖一瓦是我亲手赚回来的，你们不搬出去，还想让我搬出去，真当你们是皇帝呀？”秦毅、秦轩面露难色：“妈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也知道现在外面租房那么贵，我们就拿那点工资，不用跟我说这些。
我打断他：“原本你们是有升职加薪的机会，不过都被你们的好老婆搞砸了。现在我只是通知你们4人赶快从我家搬出去，不是跟你们商量。”想起等会还约了老姐妹出去逛街，我迅速起身回房间收拾打扮，留下4个人面面相觑。大儿子秦毅尴尬地咳了声，又开始了他的平心静人说道：“没事没事，妈估计是被你们气到，一时间火气上来了才这样说。过2天等气消了就没事了。他们真以为我是开玩笑。”等了4天，见他们没有任何动静，趁他们出去上班时，我叫人来把他们的东西全扔到门口，顺便把门的锁换成智能锁，然后美美的出去玩上2天。等到他们回来时，看到门外的东西和打不开的大门，我通过门外的监控看到4个人如吃了屎一般的表情，脸色一阵黑一阵白。妈，你在干什么？别胡闹了！秦毅打电话给我，我呵呵笑道：“你们以为我是开玩笑吗？你们赶紧从我家门口滚开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见我态度坚定，黎青青气愤地踢了一脚秦毅：“没用的东西！现在好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”秦毅黑着脸怒对他：“如果不是你整天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妈会这样对我们吗？现在又全来怪我了，赶走3舅妈的又不止我一个人。”听到这话，周洛烟不乐意了，她一把扯过黎青青的衣服，指着她鼻子大骂：“周青青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不是你整天学那些网络段子说要压制婆婆的，我会跟你这样做吗？你还有脸说我了？”黎青青不服气：“我说了你就要做呀，我让你去死你怎么不死？”见2人快打起来，我那2个儿子只能既气又无奈地把2人拉走。4个人平时花钱都大手大脚，几乎不留一分。为了省钱，他们租了个2室1厅的小房子住。房子小，人又多，黎青青和周洛烟的矛盾越来越多，天天吵架。2个儿子受不了，天天给我发信息吐槽和祈求我让他们回来住。我又不傻，我当然不愿意放着清静开心的生活不要，赶着去受那2个戏精和2个不管是逆子的罪吗？我玩了将近半个月才回家，刚到家，黎青青就找上门了：“妈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过得好苦，你看我手上的伤，都是周洛烟那个女人打的，那个贱女人打得可狠了。妈，我不想要跟她住一起。”一见我，黎青青涕泪横流地扑到我眼前，诉说她这半个月所受的苦。我冷笑：“你们搬出去另租个房子不就行了吗？”看出她眼里的意思，继而补充一句：“总之，我是不会让你们搬回来住的。”黎青青眼神瞬间暗淡下来，不满小声地骂了我句死老太婆，接着大声道：“妈，既然你不让我们回家，那就借点钱给我们付个首付。我实在不想租房子。”说的真好听，是借还是给呀？2人这性子，有借无还，借出去等我死的时候都还不上1分。我没钱，要借你找别人借去。我要是借给你，等会儿老二也过来借，我哪有这么多钱？黎青青死皮赖脸道：“怕什么？你不说我不说，他哪里会知道？就算知道了又怎样？我们是老大，就应该先给我们。”我正想说，我一碗水端平，不分大小时，没锁的大门被推开，周洛烟猛冲进来，抓着黎青青的大波浪打了一巴掌过去。黎青青，你真够不要脸的！一边哄我说不要买房，买房不值，一边自己跑过来找妈要钱买。你这么好戏，怎么不去拍戏呀？我不管，妈，你要是借给他，必须同样1分不少的借给我。我没说话，默默坐在沙发上看着2人。黎青青知道我不可能出2分钱，便开始好声好气地劝周洛烟：“嫣嫣，
你忘记我们曾经说过什么了吗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我买了房后，你也可以过来一起住啊。被刺过后，周洛烟根本不会相信他任何一句话。行啊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把钱全给我，我买房，以后你们也可以进来住。看着黎青青无话可说的样子，他嫌弃地呲了一声。平时开玩笑就算了，你别当我真傻，钱你拿了，买的房子是你的，到时候你一不开心说赶我们走就走，我们哪里哭去？最终两人吵了半天，也吵不出个结果，不欢而散。那天我在某平台上刷到一张帖子，贴主在问嫁的老公是两兄弟，如何让婆婆偏心自己一家。原因是她跟闺蜜嫁到了同一个家里，然而现在被闺蜜背刺了，她不服气，这让我想到了我那两个儿媳妇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往下翻了翻评论，其中一个点赞最高的是赶紧怀个孩子。老一辈的人最注重就是孩子，只要你怀了孕，10个婆婆都听你话。我在心底笑了笑，老年人只是思想没那么灵活，不是傻，该是错的就是错的，不会一味服从忍让。第二天一早，突然被电话炸醒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小儿媳周洛烟的。妈，我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怀孕了，你心心念念的孙子要来了。哎呀，电话里讲不清楚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往家里赶。嘟的一声被挂断电话，我心如静水，好像我也没念想过，在这个大环境里，我深知养好一个孩子不容易，时间、金钱、情绪、价值必须样样具备。秦毅和黎青青结婚了3、4年，我也从没催过他们要孩子这件事，只要他们能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麻烦别人就行。说来就来，周洛烟速度很快，15分钟后，她已经在客厅坐着了。妈，医生说我已经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了。她把化验单给我看，我接了过来，不由自主想到昨天那个帖子，有那么巧合吗？见我出了神，她抓起我手轻轻摇晃，撒娇似的喊道：“妈！”我淡淡嗯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你就好好休息养身体吧，有什么事让秦轩干就行。”周洛烟皱起眉头：“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她唉了声：“我是想说，你看我现在怀孕了，挤在那间小出租屋里，万一磕撞到你孙子怎么办？为了你孙子着想，你要不就让我搬回来住吧，或者借点钱给我们买个房子。”想了想，他又说：“我看你还是借点钱给我们买套房子最好，毕竟以后孩子长大了也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我算过了，妈，就借个80万给我们，剩下的我找我娘家那边再借点。”我全程盯着他，没有一点负担地说出这些话来，只想说一句：真够不要脸的！以现在的房价，80万在我们这个2线城市，完全可以全款买个小2居室了。当我人老脑子坏好骗吗？再说了，80万差不多是我这辈子的养老钱。他真会算计。如果我不借呢？我问。周洛烟的脸色瞬间黑下来，站起来，2只手掐着肚子，妄想用肚子里的孩子威胁我。如果你不借，那这个孩子我就不要，让秦轩这辈子都没儿子养老送终。我翻了个白眼。哦，关我什么事？那时候我早死了，人死了都死了，还操心那么多干嘛？听到我说的如此绝情，周洛烟气得抬手想打我。让他得逞过1次，怎么会让他得逞第2次？我紧紧抓住他手，想甩开时心生一计，笑道：“借你80万也行，但我这人一向都是一碗水端平，这事得跟你嫂子商量商量才行。”不用商量。周洛烟脸色一白，心虚地抓住我打电话那只手：“当然不可以，我是个不偏心的婆婆。”我坚持打了电话给黎青青，并一字一句说清楚了来龙去脉。
黎青青在电话里怒骂了几句，火速赶了过来：“周洛烟，你个贱人，又来玩阴的！以前都不知道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真是够瞎的。”黎青青一进来就抓着周洛烟，啪啪扇了几巴掌。周洛烟还没反应过来，又被他狠狠推了一把，跌倒在沙发上。你特么的怀的是个隆重吗？一来就要80万，还想瞒着我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他盯着周洛烟肚子狠狠说道：“你说怀了就怀了呀，哪有这么凑巧的事？”突然，黎青青好像想到什么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她大声质问周洛烟：“你是不是偷登我号看我发的贴了？”我知道，黎青青和周洛烟之前好的时候像孪生姐妹一样，对方有什么事，余额有多少都一清二楚，所以很多社交软件的账号和密码都是共用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两人经常思想上一致，天天幻想当苦情爽文大女主的原因。黎青青这句话也就证明了昨天看到那个帖子是她发的。周洛烟看到后便先发制人，抢先一步：“呵，我倒要看看两个好闺蜜是如何鬼打鬼的。”周洛烟怒火3丈，不愿意承认：“我没有，鬼才愿意去看你发那些非主流。我就是怀孕了，医院都出证明了，还有假吗？”黎青青气得捶胸口，刚要破口大骂，周洛烟一转身跑到我身边，哭唧唧抱住我手臂，哽咽道：“妈，我跟你说他呀，最爱背后蛐蛐你了。我还没嫁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每天跟我骂你，说你老封建老古董，前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喜欢阴阳怪气事又多，还整天看不起他，欺负他，嫌弃他生不出孩子，让我误以为妈你真的是这种的人，还害怕呢。结果嫁进来后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妈你善良又开明，心甘情愿为我们付出，天底下都找不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婆婆。之前做的那些错事都是因为她给我洗脑，指使我去做的。周洛烟，你真厉害，颠倒黑白都被你学明白了。从我嫁进来那天到现在，哪一次不是你出的主意？我是被你哄得团团转，才去干了那些事。你现在几句话就把责任全甩我身上，当别人是傻子吗？黎青青气得浑身就发抖，冲上来恨不得撕碎他那张嘴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从始至终，周洛烟都是当幕后军师，坏人就让黎青青来当。如果出了事，他能每每隐身，有好处他也能顺手拿一份。他自认很聪明，可惜用错地方了。家是讲爱的地方，唯有真心换真心，才能越过越好。两人曾经背后蛐蛐过我的事，我也懒得计较了，打了个电话，让我那2个隐身儿子过来把他们带走。日子消停了几天，在我意料之外，却又情理之中下，又出事了。2个儿子哭着让我赶过去，去到他们出租房时，屋里一片狼藉，所有饭菜倒了一地，破碎的玻璃飞得到处都是，几张小椅子也被扔到各个角落。大儿子脸上一个红红的巴掌印，小儿子脖子上也有一条很深的伤痕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问。妈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儿子秦轩看见我像到了救星一样，两眼放光，跑到我身边，像只狗一样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跟大哥差点被那2个女人弄死了。”我无语住，2个差不多200斤的大男人会连2个90多斤的女人都打不过，真是像极了他们那个死去的爸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了解完事情缘由后，我慢慢走过去，看向2个互相掐着脖子，脸色都白了也不愿意放手的女人，怒吼道：“快放手！真要闹出人命才开心吗？”周洛烟眼睛涨红，嗓音发抖：“不放，他死了，他活该。那个项目我付出了3年的心血，就因为他这个贱人一句话，我就被辞退了。
他拿什么来还我？周若烟在公司里负责一个项目，因为工作性质原因，跟公司签了合同，要求她在那期间不能怀孕，否则会影响工作进度。但因为上一次的事，黎青青耿耿于怀，拿了那份验孕单向公司举报周若烟怀孕的事，导致她被迫退出。那个项目到今年为止已经是第3年，还有半个月就准备完成结束了。3年来，周若烟平时除了跟黎青青背后蛐蛐我，其他全部心思都放到了项目里面。可以说，那个项目就像他的亲儿子一样。突然被退出，我也能理解他的心情。但如果一开始他不弄出那个假的验孕单，也不会被黎青青抓到把柄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怪不了谁。我作为婆婆，作为第三方，不能说支持谁，也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出谁的错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们心平气和去谈妥这件事。事情不想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现在应该想想办法，有没有挽救的机会，或者有其他退路。没有了，根本没有退路。我已经被除名了。周若烟大声嘶叫起来，泛红的眼眶里渐渐蓄满了泪水，一颗颗豆大的晶莹泪珠顺着她苍白的脸颊翻滚着坠落下来。我从来没见他这个样子。离开前，我看到他咬着牙，指着黎青青大声怒吼：“黎青青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”糟糕的是一遭接着一遭。没过多久，就听说他们租的房子合同到期，房东反悔，把他们赶了出来。周若烟因为一点小事跟黎青青在公司大打出手，搞黄了公司，一个大单生意被老板辞退，还要赔钱。秦毅、秦轩被牵连降职减工资，因为压力大，2个人身体出现问题，连住了好几天医院。一出院，4个人没钱又没地方住，实在顶不下去，跑回来求我收留他们。好歹养了他们几十年，相处了几年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到他们那么可怜，便同意了。一开始，几个人都安安分分，找工作的找工作，上班的去上班。直到那天，我接到老家村支书的电话，说村里的房子准备拆迁了，拆迁补偿费到时候是按人口补偿。刚好这些话被刚回到家的黎青青和周若烟听到，2人不安的小心思又蠢蠢欲动了。黎青青悄悄问我能不能把她刚出生的娘家侄女的户口迁进来，到时候就能多分点钱。妈，我查过了，我娘家侄女还没上户口，可以直接上到我们家的户口上，等拆迁款下来，我们分一点给我哥嫂子他们就行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也同意。我刚要说话，周若烟就跑过来说：“妈，我也想把我娘家侄子迁过来。”黎青青啧了一声，鄙夷道：“你那个侄子早就上了你们家户口了，那就说明是你们周家的人。你说迁就迁，当人家政府人员是傻的呀？”周若烟狠狠瞪着他：“你是政府人员吗？你这么了解？不懂就别张着嘴满口大粪。”周若烟，你他妈有病啊！眼看着2人又要吵起来，我气得急忙开口：“够了够了，我还没说话呢。这个家的户主还是我，老家的房子写的也是我名字，我不同意，谁都别想进我家户口。别的不说，就他们那些娘家人，个个见钱眼开，有事的时候一个个躲起来，现在有钱分了就舔着脸过来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。周若烟一拳头捶进沙发里，对着黎青青火气十足地说：“都怪你，什么都是你搅屎棍，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”黎青青不服，翻了个白眼：“关我屁事！”因为这件事，黎青青和周若烟再一次记恨上了。那天大家正吃着饭，黎青青突然呕吐起来，
我生怕是身体上出了什么大事，赶紧叫秦毅带他去医院检查。黎青青摇头说：“不用了，小时候他经常这样，是老毛病。医生说是胃酸过多，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次，不过这次反应有点大。”我点头说好，转过身却看见周洛烟一脸吃了屎的表情，难看至极。这个他不是应该嘲讽或者鄙夷才对吗？真是搞不懂。晚上，周洛烟又悄摸敲响我房门，我以为他又想把他侄子户口迁来我们家这件事，立马打断他。我说过我是不会同意的，你不用再来给我洗脑。周洛烟嘿嘿一笑，挽着我手说：“妈，我不是说这事，我是想问问，以前你刚怀孕的时候有什么反应？除了呕吐，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？”“有，除了恶心想吐，还有头晕、浑身没劲，天天想睡觉。”我看了他眼：“难道你怀孕了？”“不是我，是我有个朋友问我过来问问你。对了妈，我想问问家里能不能养狗啊？如果我那个朋友真怀孕了，她婆家就让她把狗送人。”她不放心地问我能不能先帮她养个1、2年。我倒挺喜欢小动物，家里也没人害怕狗，对狗毛有过敏什么的，反正也算是做善事，没多想便答应了。过了2天，周洛烟就带着他朋友家的狗回来了。那只狗是拉布拉多犬，叫大黄，性格很温顺，不吵不闹，也不拆家。周洛烟说的好听，他来照顾，实际上铲屎洗澡带他出去运动都是我来。不过我一个退休老人，也没什么事情忙，倒也不计较这么多。安稳的日子过多了，突然一下子就忘了家里还有2个坐经暗香涌动。那天晚上半夜睡得迷迷糊糊，就突然被一声尖叫声叫醒。我披上外套，匆匆忙忙跑了出去，跟在身后的还有秦毅、秦轩和周洛烟3人。一打开灯，就看见满地的珠子。黎青青躺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痛苦地捂着肚子，身下还有一滩红血，脑子轰的一下，一片空白。我赶紧叫还愣在原地的秦毅赶紧打电话把他送去医院。这种情况，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？地上怎么又会有满地的珠子？我提着一颗心看过去，正前方正站着周洛烟，嘴角微微勾起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觉得他在暗自偷笑。医院里，黎青青得知自己孩子没了，撕心裂肺地大叫着，听得实在让人心疼。青青，没事的，你们还年轻，医生都说了，你们身体好，很快就能怀上。我安慰道。可是怀了也不是他了呀。黎青青眼睛红红，泪水不停地流下来，抱着我委屈地说：“妈，你一定要为我死去的孩子做主，找出害死他的杀人凶手。”听到他这话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青青，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会在家里摔倒？想起昨晚的事，黎青青就咬牙切齿。昨天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，好像听到客厅外面有人叫我，我以为有什么事，就开门出去了。结果快走到客厅的时候，好像踩到了很多像是珠子的东西，一下子就摔了下来。对了，他惊呼起来，前2天我看见周洛烟买了一大袋白色的珠子拿回房间，肯定是他，肯定是上次我让他丢了工作，他对我怀恨在心，故意让我流产的。妈，肯定是他。如果这件事真是人为的，那么周洛烟嫌疑最大。不过没有确凿证据前，不能随意给人下定义。安抚好黎青青，我立马回家，准备把这件事查了一清二楚。地上那些珠子确实是周洛烟前几天买的，还保留着发票在。但那些珠子为什么会在地上？查起来没那么容易。我正烦恼着，医院给我来电话，
说我2个儿媳妇在医院打起来了。我赶过去时，秦毅、秦轩也刚好赶到。妈，就是他，是他害死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周洛烟慌张否认：“妈，不是我，你别听他胡说。青青，我知道你没了孩子心里难受，但你也不能污蔑我呀。”秦轩帮腔：“对呀，洛烟不是这样的人。”我呼了一口气，扫了4人一眼，郑重其事道：“既然4个人都在，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弄明白。我们不能让这个孩子无缘无故死去。”周洛烟：“啊呀，妈！”我对上他慌张的眼神，拿出那天洒在地上的珠子和开的发票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咚的一声，周洛烟突然跪在地上，大哭着说：“妈，我知道错了。本来我是打算买来串成链子搭配我那件衣服，但我拿出来后没放好，半夜的时候被大黄叼了出去，刚好洒在地上，都是我的错。”看到自己老婆哭得梨花带雨，秦轩把她扶起来，心疼地说：“这也不关你事啊，要怪就怪那只狗，干脆把它丢了算了。”秦毅抿着唇唉了一声，确实是意外。黎青青低着头不说话，病房里陷入一阵沉默。我在心底轻哼了一声，从眼角瞥见周洛烟掩盖不住的得瑟的笑容。幸亏那天陪大黄去参加狗狗大赛，他给自己赢回来了一个监控，不然真得给人背黑锅了。我将监控内容调了出来，屏幕上显示着周洛烟拿着火腿肠绑在装着珠子的袋子上，引诱正在睡觉的大黄出来吃。大黄吃完火腿肠，嘴一松，珠子就全都洒了出来。这个监控是我在坐车过来时，他突然发消息提醒我内存不足，需要清理内存。我才发现了这一事实。看完视频，黎青青猛地冲过来，给了周洛烟一拳：“真的是你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那可是我的孩子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啊？”他想不通，1年前他们明明还是好到睡同一张床、穿同一条裤子的好闺蜜，怎么现在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呢？周洛烟冷冷一笑：“那你呢？你去举报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那也是我用3年心血、辛辛苦苦补抚出来的孩子？你在我身边那么久，你不会不知道那个项目对我有多重要。”黎青青，是你先开始的，是你变了。话落，黎青青用被子痛苦地捂着头，哭得发不出一丁点声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把网上那些东西搬到现实生活来，我们不应该变成这样的。周洛烟咬紧了下唇，哽咽道：“我们都错了。”后来，黎青青平安出院后，周洛烟选择跟秦轩离婚，跟朋友借了3万块钱赔偿给黎青青后，便离开了这里，去了国外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，资源来自网络。请于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，资源版权归原著作者及所属平台所有。如不慎侵犯了您的权益，请及时通知我们删除，谢谢。掌文故事会7435028360。结婚当天，我将丈夫公婆送进监狱，认识半年的男友梁飞向我求婚了。他花了很多心思布置出租屋，营造浪漫的求婚场地，向我跪地求婚。我的好闺蜜吴樱花也感动得流泪，喊着让我嫁给他。梁飞说他之前投资亏了不少钱，所以只能挑选一家农家乐作为婚礼场地。为了迁就我，还特意把他爸妈带来城里见证我们俩的婚礼。看到人都到齐了，婚礼主持人也喊话让新郎新娘入场时，而我悄悄地报警了。当婚礼主持人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做彼此伴侣时，我配合地点点头说愿意。丈夫梁飞也开心地点头，大声喊道：“愿意！”坐在台下的宾客都很高兴地鼓掌呼唤。
不少人大声喊着祝福我们的话。闺蜜吴樱花也十分配合，她用力地为我们鼓掌尖叫。从婚礼前到婚礼中，她无时无刻的旁边在我身边，我做什么，她都会帮着我跟着我，就连我玩手机，她都会凑过来看，撒娇地说着想跟我玩一样的游戏。在外人看来，她就是一个十分贴心又温柔的好闺蜜。婚礼的主持人是梁费花钱请的，她很尽职地替梁费说了很多好话，也减少了敬酒跳舞的互动环节，确实是让我们省了不少力气。主持人问道：“现在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”梁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挠挠头：“我现在想带着小安回我们老家，趁着天还未黑，早点回到我们老家，让我们乡里乡亲都认识一下我的妻子。”哇哦，真是太感动了！这么着急着让全世界都要知道这就是你的妻子，你还蛮有责任心的，很有男子担当。主持人笑着说道。台下的宾客也跟着一起起哄。梁费看着我：“你愿意吗？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车就在门口，我们往前走就可以了。”主持人见状连忙说道：“新娘愿不愿意呢？宾客们来说说看好不好呢？”婆婆和公公见状，满意地点点头。婆婆笑着说道：“酒席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，你们年轻人高兴就好。”听到这话，主持人的声音提高了许多：“哇哦，公公婆婆都配合你们了，这也太贴心了吧！以后新娘不用担心未来婆媳关系了吧？”主持人说完，台下的宾客也跟着笑了起来：“跟他走吧。”吴樱花笑呵呵地喊道。他又看向台下的宾客：“你们说是不是呢？”台下的宾客也纷纷附和：“没错，没错，新娘放心地跟新郎走吧，这里有你们的公婆在，你们放心好了。小安你要幸福哦，小安，你放心地跟他走吧，我们会祝福你的。是啊，我们会理解你的，放心好了。”正当台上台下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时，警车的鸣笛声打破了这热闹。警车上走下来2个警察，他们直接朝着我们走来。有人报警求助：“请问谁是洪小姐？”其中一位警察问道：“是我。”我举起手，朝着警察靠近几步。听到是我报警，梁费一家和宾客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吴樱花则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梁费一脸错愕地看着我：“你为什么要报警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好端端报什么警？有我在你身边，还不够有安全感吗？是我对你不好吗？我家暴你了吗？”婆婆连忙附和道：“就是啊，结婚是喜事，你忽然报警叫警察过来，这喜事遇到警察，你不觉得不吉利吗？”公公看了我一眼：“小安呀，我们家哪里对不起你呀？你好端端的怎么就报警呢？你遇到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说说吗？我们家都把你当成家人了，至于这么见外吗？报警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？”梁费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我们都把你当成家人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见外呢？我们家人都没有嫌弃你是个孤儿，我妈还说要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对待呢。你报警怎么不跟我们说一下呢？都吓到宾客了。”我看着梁费一脸急躁的模样，我刚想开口说话，陪伴在我身边的闺蜜吴樱花就用手肘捅了捅我的腰：“小安呐，你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呢？太紧张了，不小心按错了号码呢？”吴樱花说完就看向梁费，梁费笑了笑，之前的急躁也消失不见了。搞了半天，你是拨错了号码了。也是，你昨天晚上整理婚房都弄得那么累，我可以理解。听到新郎的话，2位警察疑惑地看着我，其中一位问道：“洪小姐，你报警说紧急情况求助，请问你是不是弄错了？”见到警察这样问，
吴樱花抢在我面前说道：“就是弄错了，不好意思，警察先生。他这个人平时就很糊涂，经常搞错事情，实在是对不起啊。”我摇摇头，并不是，确实是我报的警，我也确实是要报警。我的话让梁飞瞬间恼火，声音也多了几分急躁。拜托，我们是结婚啊，你报什么警啊？你是不是发疯啊？哪有人结婚当天报警的？你是不是觉得考验我还不够呢？还要再出难题来考验我呢？婆婆摇摇头，我说小安呐，我儿子对你很好，他经常跟我说你的好话，希望我好好照顾你，他也很爱你，你还考验他什么呢？要考验也是以后再考验呀，哪有人结婚当天拿报警来考验的呢？虽然现场有宾客，但是也就几桌的酒席，人数也不算多，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我认识的朋友，他们也有不少人觉得很不解，开始议论纷纷。这个新郎还不错呀，不嫌弃小安是个孤儿，还会专门摆酒席，请女方的公司同事和同学朋友过来喝喜酒，这有什么不妥的呢？小安呀，我看梁飞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呀，你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报警呢？还要选在结婚吃喜酒的当天，你这不是在作妖吗？就是啊，难得可以成为一家人，不是说明有缘分吗？你们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分，你不好好珍惜，哥这做什么妖呢？赶紧道歉，让警察先生回去吧，别浪费警力了。小安，你倒是说说为什么报警呢？是不是丢东西了？梁飞露出无奈的脸，收的礼金在我这，没丢东西，就算丢东西，估计算是也不大吧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你的钱包和证件不都在我这里吗？我帮你保管的好好的呢，放心好了。吴樱花点点头，然后看向我，就是啊，没丢什么东西，报啥警啊？赶紧撤了吧，大家都在看着呢，别让你丈夫难堪。我看着他们，我报警，你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害怕呢？报警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有困难找警察，有错吗？听到我的话，梁飞一下子就恼火起来，谁家正常人会在结婚当天报警呢？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有什么困难呢？我什么都迁就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我摇摇头，对梁飞伸手，把我的钱包和证件都还给我，快点！梁飞愣了一下，马上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。你这又是做什么呢？我作为你老公，替你保管不好吗？快点还给我！我认真地看着他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又是报警，又是找我要东西的。梁飞努力地压抑着怒气，你别再跟我闹了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我耐心有限，婆婆见状，马上过来拉住我的手。是啊，小安，别闹了，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我连忙挣脱她的手。梁飞，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赶紧的！梁飞像是被我耗尽了耐心，他看我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阴狠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说说原因，否则我不会把东西给你。”我看向警察，开口说道：“他们根本不是一家人，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诈骗。”我又看向梁飞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把东西给我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一片哗然。什么？他们不是一家人？爸爸妈妈都是假的？该不会新郎也是个孤儿吧？难道是假结婚？新郎已婚了？面对宾客七嘴八舌的讨论，梁飞深呼吸了一口气，他点点头。关于这一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，我是被我爷爷养大的。但是我爷爷年事已高，他根本做不了这么远的车程，所以我只好找我乡下的亲戚过来充当我的爸妈。梁飞看着我，可是我是真的很爱你的，我找人来扮演我爸妈，也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丢脸，想给你最大的诚意。
我也想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不让你受委屈呀。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的一番好心呢？梁妃说完就哽咽了起来，看起来十分委屈。婆婆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小安呀，我们欺骗你是我们不对，但是梁妃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她为了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何必要这么刁难她呢？就算她是没有父母的孩子，但是你不也是吗？何必嫌弃她呢？”闺蜜吴樱花点点头，握住了我的手：“小安，她对你那么好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何必作妖呢？她也道歉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”在场吃席的宾客也开始议论纷纷了。是啊，你就原谅她吧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，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呀。说什么话呢？男方婚前撒谎，女方生气了，这也没什么不对呀。说到底，还不是男方撒谎，这也怪不得女方呀。要是我也会生气的，好吗？结婚就该双方坦白嘛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已经把话说开了，那就可以继续办理婚宴了。菜都要凉了。梁妃点点头：“小安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的，但是我也道歉了。我们继续好吗？别婚礼给搅和了，人生大事不是要办得风风光光的吗？你也别浪费精力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你们先把东西还给我。”我又看向警察：“我东西拿到手了，我自然会告知你们真相的。”在场的2位警察虽然很疑惑，但是也很耐心地配合我，要求把梁妃把东西还给我。梁妃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是还是把钱包和证件都交到我的手里。我在确认无误之后，就来到警察面前：“警察先生，他们根本不是要跟我结婚，而是打着结婚的幌子，把我骗去山区卖给那里的老光棍。”此话一出，引起一片哗然。梁妃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后又冷静下来，脸阴沉的可怕：“洪小安，你不要以为我跟你结婚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妖。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你别再整幺蛾子考验我了好吗？我没那么多精力陪你考验什么爱情大关。”吴樱花瞪了我一眼：“小安，你又是在上演哪一出戏呢？你让大家评评理，哪有人这样污蔑自己的丈夫的？都结婚了，你这样作妖下去，你小心跟你老公闹掰了。”婆婆点点头：“她说的没错，哪有姑娘家这样闹的？别闹了，赶紧坐下来吃饭吧。再闹下去，天都黑了，赶紧把警察请回去吧。”梁妃黑着脸走过来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，啪，一个耳光声响起。我说了，我耐心有限，把钱包和身份证都拿过来，说不定你等一下结完婚就要跟另一个男人跑了。梁妃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说完还想过来继续打我的时候，被警察给拦住了。请注意你的行为。其中一个警察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请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”梁妃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是啊，警察先生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。他老婆估计是脑子有问题了，你们就不要瞎掺和了。清官难断家务事呢。”婆婆连忙点点头说道。吴樱花也附和道：“她之前就出现了情绪问题，现在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大，导致了精神也有点问题吧。”我摇摇头：“我跟她还没有领证，我们不是一家人，不是合法夫妻，你们管不了我。”我急忙说道：“还有，我有证据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。”我躲在警察的身后，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将音量调到最大。“老公，我可想死你了呢。”这是吴樱花的声音。“我们这不是在一起吗？有什么好想的呢？等我们把姓洪的那个女的给送到山区那里，我们不是可以继续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吗？到时候这一单拿到钱了，我们就换一个新一点的房子，
梁妃说道。吴樱花撒娇道：“且那个老光棍给的那点钱，哪里够买房子呢？”梁妃冷笑道：“你不知道那个女的存了不少钱，我都把她的钱包和身份证拿到手了，到时候可以去银行取出来吗？最重要的是，她没了身份证和钱包，看她还能往哪里跑？”宾客和梁妃他们听到的是声音，而两位警察看到的是我手机上的画面。他们看得眉毛紧锁，梁妃的脸上充满了慌张。她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警察先生，请你们不要相信，这个是我们俩在训练戏剧对话。我们最近参加了一个演戏的小团体，这个只是为了出演时做的准备。”吴樱花连忙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只是在训练台词而已。”他看向我：“小安，你这是误会了，彻彻底底的误会了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了，是吗？可是画面中的你们并不是只练习台词而已。”我将手机转向吴樱花的面前，手机屏幕正显示着两人在亲吻的画面。别说连亲吻也是练习而已。你，吴樱花一脸错愕地看着我。你们想说我为什么会知道？我笑呵呵地看着他们，怎么会事先就躲好偷拍？吴樱花的脸上白一阵红一阵。你，我看你就是污蔑我，陷害我。我嗤笑了一声。我怎么陷害你呢？我怎么污蔑你呢？你跟他亲吻可不是我陷害的吧？也不是我强迫你们俩贴在一起的吧？洪小安，你够了，有完没完呢？说到底就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对，我一时贪婪，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可是那些话是我们说的气话，你可这……梁妃似乎编不下去了。你要是不爱我了，大不了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，我们分手吧。这酒席今天也别办了。就这么算了吧？什么叫算了呢？一句算了就可以扯平了。我冷笑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要趁着天黑之前带我回你老家吗？这话大家可都听到了，这么多人作证，你也别想狡辩了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宾客们也才反应过来。对哦，刚才他确实是这样说的，说要带小安去老家，让老家乡亲们知道他是他妻子。亏我还感动的哭了，原来是为了把小安给骗去山区里。我也听到了，原来玩这一出。我就说嘛，哪有一开始就让新娘喝完喜酒就当天带回老家的呢？弄得那么匆忙，原来是为了交货呀，真是恶毒。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小安要报警了。小安做得对，是我也要报警。婆婆跟公公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对着我说道：“小安，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梁妃会打这主意，这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情呀，我们也只是好心办事而已。”公公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梁妃之前请求我们假装她爸妈而已，我们也只是希望她过得好，帮她顺利成家而已，纯粹只是帮忙而已，没有想过别的。”公公连忙摆摆手说道，脸上充满了慌张的表情：“警察先生，请你们要相信我们呀，我们真的只是爸妈假装他的爸妈而已，没有别的动机。”婆婆对着警察下跪，一边说着一边哭嚎了起来。公公见状，也有样学样的对着警察下跪：“我们只是好心帮忙而已，不知道他动了这歪心思啊，我们没有害人呀。请你们放过我们吧。”我摇摇头，别演戏了，你们也是主谋之一。我之所以要拖到办酒席才报警，不就是为了引你们出动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婆婆惊恐地看着我。是啊，我们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不能冤枉好人呀。公公用手指指着我，他浑身颤抖着，看起来特别害怕。是啊，你无凭无据的，不要血口喷人啊！婆婆一边哭着一边说道。我无视他们的哭喊，
直接拿出小刀划开钱包的表皮，从里面拿出一个迷你录音机。打从这个钱包交出手时，里面的录音机就一直开着。我说完就打开了播放键，里面传出几个人的声音。你看看里面有多少张银行卡呢？身份证是不是在里面呢？这是婆婆的声音。我跟你说好了，这一单成功后，这钱包里的钱，我们可要分一分哦。我都从小安那个女人那里套出话来了。她说在小县城里买套房没问题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？行行行，按照老规矩平分呗。到时候取钱的时候，你们在旁边看着不就行了吗？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有多少钱，要不是上次那一单被那个女的跑了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辛苦。婆婆说道，其实早就抓回来了，只是她反抗得太厉害了，村口那户人家又是暴脾气的，把她折磨过头了。公公轻声说道，那她的尸体是真的喂猪了吗？梁费问道。你们别说这话了，小心被小安听到。吴樱花警惕地说道。他刚想走过来看你们呢，还好被我给支开了。赶紧动手吧，再拖下去我也不放心。梁费，你记得早点开口，让他跟你回老家。知道了。你还不快去盯着他？梁费回答道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段录音给惊呆了，包括梁费他们几人。两位见状，立马要求他们蹲下，并呼叫支援人员过来帮忙。你怎么？梁费不甘心地看着我，随后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？我点点头。你还记得3年前的婚礼吗？你跟苏雨结婚的那一场婚礼，那个时候你的名字叫温帆，是吧？苏雨，梁费似乎想不起来了。我提醒道，当年你们在城办的婚礼，他的手腕上还有一块红色胎记，你想起来了吗？那个胖女孩呀。梁费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然后不屑地笑了一声。你是为了她报仇的吗？我死死地盯着她。你们就是专门盯着没有亲人的女孩下手的吧？她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她受不了跟我过苦日子，所以跑了。我哪里知道呢？你要找人自己去找吗？梁费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我瞪着他，这也是你们逃脱罪名的伎俩吧？带回家之后就到处说老婆跑路了，谁知道你们把女孩带到哪里去了？听着我的话，梁费沉默了。吴樱花和公公婆婆他们也低着头不说话。没多久，支援的警察也来了，把梁费他们都带走了。我作为指证的证人也跟着一起走，因为我提供的证据确凿，梁费他们也无法抵赖，只好承认了。我在警察局里也才知道，原来梁费原名叫梁进忠，吴樱花并不是他女朋友，而是他妻子。两人一起做坑骗女孩的事情很久了，也从中牟利了不少。不过梁进忠和吴樱花喜欢赌钱，两人都是出了名的赌鬼，把赚来的脏钱都输光了。因为山村里的老光棍多，他们觉得做这个来钱快，所以经常以结婚为目的来坑骗女孩，并从中牟利。我想知道苏雨在哪里，可是梁费根本就不配合回答，要么说不知道，要么说忘记了。我的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，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其实苏雨不是孤儿，她是离异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妈妈不管她，她跟着爸爸长大。但是爸爸自从续弦之后就不在乎她了，所以她结婚之后就不管她了。至于她为什么婚后杳无音信，他们根本不在乎，只会骂她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我跟苏雨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，她做什么都会跟我说，就连跟梁费谈恋爱都会跟我说。可是自从她结婚后，她就没有任何消息了，我怎么也联系不到她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。我以为她忘记我这个好朋友了，
把全身心都放在家庭上了。直到我在 K 城里看到了梁废跟另一个女孩的婚礼，我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所以我开始偷偷地观察着他们的行动。当他们来到奥城时，我也申请工作调派，来到了奥城，借着机会认识了吴樱花。我很快就跟吴樱花成为朋友，也假装不知道她有意无意地打听，将我是孤儿的信息暴露给她。当我以为我需要找机会认识梁废的时候，梁废却主动找上门来。当然，这也是吴樱花当媒体拉的媒。他在确认我是单身之后，就一直跟我说要给我介绍好男人，不希望看到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我答应了吴樱花，也见到了他所谓的表哥，一位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梁废。梁废也很轻车熟路地跟我熟络了起来。见面之后，就以一见钟情为理由开始追求我，我也拒绝，很快就答应了做他的女朋友，也假装不知道他的探口风，将我有存款的事情也透露给他。他在得知我存款之后，很快就向我求婚了。闺蜜吴樱花就在旁边起哄着，让我答应她的求婚。就这样，我才等来了这一场婚礼，一场由他们精心策划的陷阱。只是作为猎人的他们并不知道，我也是一个猎人，不过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而已。经过警方的努力调查和搜索行动，他们来到了梁废所说的老家。其实那里是一个很偏僻的山村，路面坑洼不平，都是泥巴。警察开警车过来也要花很长时间，山里的路很不好走，除了走山路之外，还要走小路，而且信号不好，往深处走去就没有什么信号。可以想象，里面的人要走出外面，过程是十分艰难。山里的村民并不怎么配合警方的解救行动，不过经过了警察多次努力，他们还是成功的把几个受骗的女孩子给救出来。她们都是刚出来工作没多久的小姑娘，脸上和身上都带着新旧疤痕，看样子平时没少挨打。几位警察在通过他们聊天得知，他们都是不被家里人重视的人，要么是爸妈不在，要么是父母离异，父母都嫌弃他们是累赘，不愿意管他们，更不会关心他们。其中有一位已经变得疯疯癫癫的女孩，她被警方发现的时候，她被关在猪窝里，头发凌乱，眼里充满了惊恐。她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疤痕。被警察接出来的时候，她的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别打我，别打我。”因为这事情的由头是从我的婚礼牵扯出来的，所以这事情也被那些来参加婚礼的宾客爆了出来，很快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。网上的网友们除了谴责梁废和吴樱花他们之外，网友们也开始帮着我寻找关于苏雨的下落。因为这事情的关注度很高，舆论压力也大，山村附近的警察也出动进行调查搜索。然而，我还是没有听到关于苏雨的任何消息。直到警方从乱葬岗那里找到了几具可疑的骸骨，我从警方那里得知了关于苏雨的消息。苏雨早就在2年前去世了，死因是被殴打致死。得知这个噩耗时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以为我这样做可以救得了他，没想到我还是迟了一步。在梁废和吴樱花他们4人在接受庭审的时候，不少人在线上观看直播宣判结果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再加上那些存活的受害者的指证，证实了梁废他们4人在蒙骗女孩的过程中，有出现过杀害受害者的行为，而且受害者不止一个，情节十分恶劣，所以他们4人都被判了死刑。他们几人得知结果时，纷纷在法庭上哭喊了起来。网上的网友在看到他们几人被判死刑之后，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。
庆贺送杀人犯下地狱的事情，庆贺受害者终于迎来了正义的审判。法庭中也有几个受害者在抱头哭泣，感谢法官的审判结果。在庭审结束后，我捧着鲜花来到了苏雨的墓碑前，将这梁废他们被法院宣判死刑的结果告诉了他。我仰望着蔚蓝的天空，树枝上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，我的心里忽然感觉轻松了许多，仿佛卸下了负担依旧的重担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勇往直前地往前走，不管未来的挑战有多大，我都要带着苏雨的份一起活下去。